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炳凤，大家好；时事评论员黄文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台湾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回答问题是不是解决了呢？那今天包括新受发了声明，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在晚6点左右，那也已经开了记者会说明了 ，OK？ 那真的三方皆赢啊，大家皆大欢喜嘛。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当郑运文当选国民党主席后，大家会在乎的是国民党未来在两岸关系之间，在2016、2028，那对于选战一些的影响。甚或那对郑运文今天讲说，其实国民党人才济济啊，对，那你说像2028，那人选也许不止一位啊，或什么，大家讲人选。那不是应该是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卢秀燕吗？在未来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状况吗？那所有这些，那到底未来发展会是怎么样？当然，对民众党主席黄章主席来讲，包括他跟狗仔门之间的一些事件，所有这些事情，好，那今天他说他已经提告了，提告呢包括《镜周刊》，包括他们这些媒体的记者，但对于他岳父的。营建公司有没有爆出其他一些争议？他也有什么样一些的回应？待会儿大家来听一下。不过一开始对全国所有的观众朋友来讲，大家都要正视一件事情，就我们从非洲猪瘟在联合国来讲的话，非洲猪瘟正式处理了大概7年吧，把我们从所谓的疫区除名。那对台湾来讲的话，还记得那个时候，在前任那时候是苏院长那时候，整个过程到现在，今天在媒体上面爆发出来，为什么今天上午？对农业部来讲的话，紧急出来开了一个记者会，因为是不是在台中梧棲那个地方有养猪场有出现，大家那时候讲说什么叫做重大动物的一些的疫情，后来说是不是非洲猪瘟有这样一些疫情？那当然最后正式你说验出阳性，到底是不是确定，然后跟联合国通报，这些还有一些相关的流程。可是这整件事情对整个台湾来讲冲击会怎么样？因为它又牵扯到好不可讳言，只要有这样的事，一定多少会有一些政治上一些的效应。不过一开始让观众先看一下，因为发生在台中，那台中市长卢秀燕有出来对这件事情有做一番说明。来，台中市梧栖区有一个猪场发现了非洲猪瘟那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也有送这个中央去检验，那已经获得农业部证实。那其实呢，为了安全起见呢，在农业部还没有宣布跟证实之前，那我们昨天呢，农业局就已经跟相关的中央的人员就到这个猪场全部扑杀。因此呢，我们跟中央会携手合作那避免这个事情再扩大。那同时呢，却希望它是一个个案。来，任俊，整件事情新闻还原一下，因为今天上午说实话，当农业部说要开紧急记者会。然后讲说是不是有动物，大家真的在想，那到底什么？而且这么紧急一些事情，当听到非洲猪瘟的时候，因为你只要出入境的人都知道，那个什么，当只要发现您的东西没有丢掉，里面只要有什么动物的什么东西，有猪肉含量的东西，都是罚什么20万起跳，类似这些。但现在，当这个虽然说还要再等到农业部最后证实或什么，可是大家现在已经出来，因为媒体上有报道，如果希望不要。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话，整个对台湾的经济损失，甚或有媒体估要2000亿，是这样吗？先说，因为到目前为止按照农业部的说法，相关是不是证实真的是非洲猪瘟，还必须要等到病毒株的这个所谓的检验不过看起来朝向这个方向去处理大概大家心里都有个数是。那当然，因为今天行政院有公布就是说以目前来讲，从这个22号中午12点开始，连续5天全国要禁运跟禁宰猪只。那这个可能对于一般习惯到传统市场去买温体猪肉的民众来讲，会觉得会有不方便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请大家就是说，不要这个时候赶快又去抢猪肉或什么的因为这个真的会造成很多人的这个担忧。那政院也有说，就是说相关原先我们在肉品的部分都有一些控管冷冻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也会来释出，不过优先会供应这个所谓学校类这个比如说膳食这个营养午餐这些所以还是请大家就是在这一段时间要特别小心跟注意。因为中部已经有一些包括饮食餐饮业者，是像什么控霸崩或什么，是讲说，因为你不宰杀那我这个地方当然就比较困难，所以可能这几天大家对于这些的饮食，可能自己也要先调整一下。是，而且包含就是说，你也可以有替代的东西嘛。但是因为猪肉毕竟是我们国内民众在食用副食类里面最大宗的一个产品嘛。
不是只有看到了猪肉及其制品，那个再制品也都非常多。是，但事情发生了，大家总是非常好奇，为什么是突然10点钟农业部一开了记者会之后，紧急宣布？你看10点钟公布到12点，立刻就告诉你说就开始禁运进展。其实这整件事情哦，你如果看到刚刚卢秀燕的说法，会有一些人会认为说，台中市政府在整体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尽到他们所说的叫做能做的都做了？其实从10月10号开始的时候，这个位在台中无鸡区的这个养猪场哦，就有发生猪只死亡的状况。那其实以这个养猪场来讲，第一个它是300头猪啊，好，它列报是300头猪，不是一个大型的养猪场。再来就是说，这个养猪场哦，它本身属于一贯场式的养猪场。什么叫做一贯场式呢？就通常我们这个养猪或干嘛的，我可能需要从其他地方进种猪啊或什么，它没有，它就是自产自养，然后自己处理这样子，就自产自养的状况。所以比如说，从这一段时间追溯，大概9月份，它只进1头到2头的种猪，其他的部分它就是自己的这个猪公啊，这个种猪跟它的母猪配对完了之后，然后呢就在自己场内繁殖。所以它是比较属于一个密闭型的，然后再来就是它是用厨余在养猪，所以10月10号的时候开始发现有猪只死亡的时候，它也不是没处理，它找了特约的兽医师到厂里面去看，结果那个时候第一时间研判是说有可能是感染放射线杆菌胸膜肺炎呐。那当然这个很复杂，我们不是念兽医，那个不重要，重点就是当下的研判认为说这个猪只的症状并不符合所谓非洲猪瘟猪只该有的情况，所以兽医师有给予投药。那投药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陆陆续续都还发现有猪只死亡的情形，所以14号的时候，台中市的动保处有前往访视，同时呢有问这个厂里面的状况嘛啊。按照现在揭露的资讯是说，动保处去访视的时候，因为觉得已经在治疗中，所以可能有些猪只是感染的。原先那个特约兽医师觉得说你可能是染到了这个，所以那个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叫做没有采样。这就是刚刚卢秀燕说哦，台中市政府已经采样送给中央，其实从10号到14号都没有，一直到20号的时候，因为还有不断的猪只死亡，总共累积117头猪因为已死亡了。所以后来动保处才又去了这个地方，然后去进行检验，甚至呢去抽了这个所谓的检体，这就刚刚卢秀燕说的。所以从10月10号开始有猪只死亡，一直到台中市政府的这个动保处去采取这个检体的时候，已经到了20号。兽医所是在21号早上11点，21号早上11点的时候收到检体，一直到21号的傍晚6点钟。才通报了农业部，所以这中间老实讲，等一下大家可以讨论这到底是不是过程有落差了啊？那你说21号晚上6点钟，为什么是22号早上10点钟的时候才由农业部出来？因为这中间还有一个过程是在22号早上凌晨3点钟，当你已经确定的时候，他必须要到这个疑似有这个非洲猪瘟的养殖场做一件事情，叫做扑杀其他的这个猪只，所以总共扑杀了195头。那现在总计看起来第一个就是说你这个猪只这个地方就扑杀完毕了嘛，可是呢，现在要开始去追它整个的过程，比如说第一个。因为这个猪只它的这个从运猪场养猪场移送到其他地方的过程当中，需要车辆运输。那这个车辆基本上不太可能只有在你这个养殖场的猪，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农业部所画出来是以这个养猪场这个为中心，画出3公里的范围，开始追其他的这个养猪场有没有其他的状况。这第一个第二个。说这个已经有一些的这个猪只事实上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出货到其他的这个肉品市场去。那这个肉品市场你也要追，对，你也要追。但我特别去查了一下，这个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他们有针对非洲猪瘟的这个东西有特别有一些的这个资讯的露出民众吃到，即使你吃到含有非洲猪瘟的这个猪只的猪肉的话，不要太过于担忧，因为它以猪只作为饲主，所以它只会在猪的体内繁殖。人类即使吃完了之后，经过消化，也不会在你的这个所谓的排泄物里面去找到这个所谓的病毒源。但是猪只的粪便会存在。好，所以我们现在另外还有一个状况是，现在要求所有的这个养猪业不可以再用所谓的厨余。因为这一段时间，刚刚主持人说7年的时间我们其实难得的是什么？第一个口蹄疫没有，非洲猪瘟没有，一般猪瘟没有。
其实你如果真的回来查报道，我们过去陆陆续续有几次有抓到有查获走私的肉品。走私的肉品里面有被找到的 ，OK 啊，那个前一阵子金门不是有个什么漂流猪有没有？那个猪的那个也有被验出来，可是它在金门，不在台湾。那究竟台湾这一个的部分是从哪里来的？刚刚主持人说海关啊，如果现在大家进出国门就知道，我们要回国啊，最后一关要扫 X 光的，就是在你已经都还没到出关之前，要准备进海关去 BB 啊，就那边看这个的时候，有一个 X 光机，特别就是针对你有没有对肉类的东西，就我们的检验其实严格的，但是因为这一个猪瘟的病原体，它并不是看起来不会是在台湾本土出现，所以到底它经过什么管道进入了这个厨余，当然是一个被怀疑的状态啦，因为老实讲，你这个厨余吃剩的哪些东西，是不是有人夹带？可是我觉得这个漏洞，你接下来不是你只有通报的问题啊，你这一通报下去完了之后，是包含台湾的肉品要出口，这个其实全世界各国都会开始采取管制措施啊。台湾的肉品要出口，这个其实全世界各国都会开始采取管制措施啊。当然现在看起来的话，来，我直接请教一下，因为你有听到刚才卢市长也有讲说，那会携手中央一起合作，希望它是一个个案，因为这会冲击到全台湾的，包括经济啊，包括所有的猪肉市场，像所有这样的一些，那这些的过程的时候，对别人来看的话，这中间过程，那刚才任局也特别到，卢市长特别强调，该做的我们也都已经做了。我觉得。我先讲，就是说，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确定说，这一个在台中无期爆发的非洲猪瘟，它是不是只在这个暗场的？它会不会已经有流传到其他地方？我想这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嘛，因为涉及到我们全国养猪这个高达2000亿产值。那现在根据农业部今天早上记者会公布的讯息，现在是已经在做相关的疫调了。总共先从这个猪场里面去找到说，包含有厨余车跟猪只的运输车进出过。那这个厨余车的部分呢，有去过其他33个猪场，但是目前调查起来，这33个猪场都没有发现异常的死亡状况。那运输车呢，去过其他的这个总共7个猪场，那现在也在疫调当中，所以现在还在调查说，包含你的源头跟你后面有没有去其他地方，这是现在农业部要全面赶快把它防堵起来。所以刚刚任军哥讲到，我们现在是全国紧急5天的禁运禁贩这样子。那这样讲回来，那台中市政府的部分呢？因为今天卢秀燕市长说，我们已经该做的全部都做了。可是因为我刚看一个最新的消息是，今天下午台中刚好有个购物节了，那也有记者会。那可能因为上午完有一些新的资讯嘛，媒体记者想要再问他的时候，那卢市长在下午就说，因为早上我们记者会其实都讲了，好，那下午购物节记者会就请大家多多帮忙报道购物节的新闻。好，那关于猪瘟的消息早上都讲过了。那我觉得这样，卢秀燕市长，当然我们现在希望中央地方一起合作啊，可是其实你应该要展现更积极的态度啊，你应该让大家了解说，你台中市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是不是真的在第一时间全部该做的都做了？还有说，你是不是已经有确实在地方政府的角度把整个防堵做好？你们会质疑哪一部分？因为像例如说，你看刚刚任军哥整理的这个时序，其实他一开始在10月10号的时候，猪只里面就开始这个养猪场开始出现异常死亡。那其实一开始也不是台中市动保处先发现，是我们这个农业部它有建置一个影像畜牧场影像监控系统。那因为影像监控系统开始发现到说，有一些异常影像，猪只开始死亡，那就有通知台中市动保处前往稽查，所以10月14号的时候，台中市动保处前往访视了。那可是这个问题是来了，说你第一时间来这个养猪场访视，那为什么会没有采样呢？这个时间是已经猪只大量开始异常死亡了。我刚刚讲到，从10月10号到20号之天，总共10天的时间，总共死了117头，所以每一天10几头在死这个样子。那这样子其实已经是一个任何人都会觉得说高度有问题的状况嘛，显然不是自然死亡。那这为什么这个时间台中市动保处第一时间没有去处理呢？那而且刚刚我看到，包含今天联合报有一篇报道说，台中市动保处的人员第一时间去这个养猪场的场主是拒绝他们采样的。这个是媒体报道出来的消息，说第一时间到，因为厂长说，我们已经有在进行处置了，已经有找医生了，所以不让动保处人员进行采样，是不是这个样子吗？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很好想象嘛。你说业者当然不希望说我这地方猪瘟，你说没事啦，生病啊，传染病啊，赶快弄一下就好了。可是那你动保处人员怎么人家不给你访，你就不给访，就这样没事就回去了呢？那这是不是便宜行事呢？那到后来10月14号之后，因为猪只持续大量死亡，后来农业部第2次通知台中市动保处人员，你不实在是这个一直死太怪了，你赶快再去。所以20号的时候去，那20号的时候，因为可能这个真的纸包不住火了，这个厂长才让动保处人员来采样。所以我们要问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个10天之间的黄金时间，你台中市动保处真的有做到第一时间就积极的介入吗？因为我们看到这是中央颁布的这个猪瘟防疫标准作业程序啊，其实这个要点讲得很清楚，就是你直辖市、县市的这个防疫机关，你一旦有通报，你应该要立即做必要的处置。那什么是必要的处置呢？其实在附件也讲得很清楚，就是你要针对有疑患的猪只，第一时间就应该立即的来采样。所以那这个问题就是说，确实你从10月10号并发开始死亡到10月20是有一个10天的时间，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台中市动保处应该要把当时整个接触的状况更清楚的还原讲清楚了，因为现在有包含媒体报道说厂长第一时间不让你们访，是这个样子吗？是这样子，所以被延误吗？那当时你们为什么就让他们把你们拒于门外呢？为什么要用更强的公权力去介入呢？那在第二个部分是说，当然现在还在做疫调，就是说这一个非洲猪瘟的病毒到底是怎么来的啊？因为有人说，因为这个厂是吃厨余养猪的，所以会不会是来自厨余呢？那或者是来自境外突破呢？有人走私肉品进来等等，现在还在调查。那问题是说，现在这个事情出来，大家会恐慌嘛？因为我们全国现在大概还有400多间养猪场是使用厨余养猪。那今天中央已经下令，所有还在用厨余养猪的养猪场，现在全面禁止使用厨余。可是，那如果因为厨余养猪其实也不是代表一定有问题，因为厨余养猪只要你经过正当的处理，也就是经过所谓的高温蒸煮，中心温度超过90度，持续蒸煮最少1小时以上，理论上病毒就会被这个完全消灭。那所以这个地方关于养猪场有没有确实高温蒸煮厨余，其实也是地方政府在查核的事项。所以其实台中市政府现在你应该也要出来告诉大家说，平常你在台湾松之境内有没有去确保台中市内的养猪场都有符合这个高温蒸煮1小时的规定呢？如果都有的话，其实你出来让大家报告，让我们国人可以更了解这样的状况，其实心里的恐慌肯定会减少一点。因为其实大家很多人，我想还记得这个印象犹新啦，就是前几年其实台中市当时说台中市的猪肉验出西布特罗，那后来全国也找不到，就不了了之了。但是问题是当时市场经历很多恐慌，甚至很多的商家、很多业者生意都受到波及嘛。所以我认为，其实卢秀燕市长现在这是一个全国都很关注议题，真的是应该更积极的出来把所有的资讯公开透明讲清楚。来，元真，因为你看起来这是一个跟台湾关系非常大的一个动物防疫的问题，它是一个台湾经济的问题。但实质上，好说穿了一点，因为它毕竟牵扯到中央跟地方之间，它牵扯到，因为卢市长大家一直都觉得2028来讲会不会是国民党未来最有可能，所以它一定某种程度会有一些政治氛围在这个里头。那当卢市长讲说该做也都做了，要中央地方携手，刚刚吴正恩也讲，当然讲得很客气，那是不是要把这些过程当中有没有让大家质疑呢？所谓的黄金时间，这些会牵动到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我还是跟大家讲说，不用过度恐慌啦，因为这个不会传到人啊。那当然会引起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猪只的死亡，会影响到比如说猪价啊，或者是一些养猪户，这会有。如果确认它确认是猪瘟的话，但是不会影响到人，所以大家先不用这一块可以不用过度担心。那当然，因为这个猪瘟它是发生在台中，所以民进党当然就打的力道就很强了。如果是在高雄或台南就不会那台中就是打的真的是比较强，各种打法。我是说台中市政府要讲清楚。譬如说不用讲清楚。那其实台中市政府有讲清楚了，有几件事情我也可以帮忙讲一下。第一个为什么10月14号就是那个时候确实是有发现到猪只异常的死亡？10月14号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去裁剪？是因为动保处的人到了现场，他是跟兽医师一起去的嘛？那兽医师的判断是说，那些猪它没有传统的猪瘟的症状，比如说全身缺氧，或者是耳朵有淤青什么之类，这个时候一判断就可以知道是猪瘟，没有，所以才会判断成刚刚仁君哥讲的一种肺炎。他觉得是，他觉得那既然兽医师初步判断它不是法定传染病就猪瘟的话，其实没有任何的强制力。动保处人没有任何强制力说，我一定要裁剪你，那裁剪那个检体嘛，那事主不愿意嘛，那后来当然因为
陆陆续续还是有很多猪只死亡状况，所以动保处在10月20号去了，那时候就跟那个饲主讲说一定要裁剪，所以是10月20号才裁剪啊，并没有说故意要延宕。我觉得没有市政府会无聊到说他要去做，他应该做没有做啦，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那个又讲到说，有人在攻击说，那是不是台中才让那个猪吃厨余啊？然后呢，好像其他县市都没有啊？为什么只有让台中吃厨余？其实这个网络攻击这个东西也都不是事实。为什么？因为包括像很多其他县市，高雄、屏东、台南的猪也都可以吃厨余，但是我们有一些县市是不能吃的，譬如说像云林啊，它就禁止哦，也不是只有台中市哦。那台中呢，因为它是昨天还不确定说这个到底是不是那个猪瘟嘛，还不确定。可是卢秀燕说他们也是超前部署了啦，就提早就先扑杀195只啦，而且也是希望说这个猪瘟是可以跟中央一起合作来防范啦。我觉得那个地方的态度是展现的是就是希望跟中央一起。那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啦，这个因为台湾已经好几年没有猪瘟了，这个猪瘟不会忽然间从台湾出现，这一定从境外进来的。那大家记不记得以前苏贞昌？他最自豪的就是他抵挡了非洲猪瘟。我每次听他讲他的政绩啊，10次宣传政绩，大概有15次都讲说他成功抵挡了非洲猪瘟。所以代表说中央抵挡非洲猪瘟也是有责任在，否则苏贞昌没什么好宣传的嘛。那既然这个猪瘟从境外进来了，那我想请教一下，那如果要来讲的话，那中央政府请问一下，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个猪瘟为什么进来？为什么苏贞昌可以很自豪说他的任内没有猪瘟啊？左荣他又没有办法。然后呢？现在大家就一直在打台中，所以我认为这个现在大家都不要互相打，赶快先把问题找到啊，确定是猪瘟，到底它是哪里传来进来的，然后有没有破口，然后呢，到底这个追查出去要疫调嘛，然后到底会影响到哪些这些东西，先把它查出来。那很急着去打台中，我是觉得没必要。那当然我不是说吴峥啊。我看到像王浩宇啊、周玉蔻啊，哇，就看到是台中哦，那个炮火之猛烈啊。我看到像王浩宇啊、周玉蔻啊，哇，就看到是台中哦，那个炮火之猛烈啊，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可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将军可不可以问一下？因为这件事情，在我看所有的相关的一些报道，有人把因为等一下元之可以回应这块，连那个立法院预算，当时在那个预算在删减的过程，也有人把它讲把这一件事情也搭在一起，为什么？宣传费，我告诉你哈，如果千金难买早知道。如果在今年的1月份以前，在审预算的时候，立法院就知道这样，这绝对不会砍，因为没多少钱。这是谁？这叫做谢之乔。你看那个时间点哦，是1月18号。他说我以这个1月18号把他抓出来。他说，防检署说，官媒的宣传费如果全数遭到删减，恐怕增加非洲猪瘟入侵的风险。今年的1月18号。那大家认为说哇删多少啊？是几百亿啊？没有，我告诉大家，这一次这是114年国民党在这个立法院删的3420万5千块，就这样子而已，这不多啊，这不多。可是我讲嘛，你就是删啊，你删的就是什么？就是整个媒体宣传费有关于防疫的。那你说这个不扛吗？这非扛不可了，不多，虽然3000多万，就是删了嘛，就是删了。那你说这个跟防疫无关如果跟防疫无关，干嘛编？我们从机场，现在刚任俊也讲，出国从机场回来，快要到了那个刷脸的那一关的时候，你就要经过。先拿到一张纸哦，先给你一张纸，绿的、红的，对，然后还给他单子上面写的哦，我也没有仔细读过，对，就动植物不能进来了，否则罚20万，怎么样，反正他会写一张纸，那张纸要不要宣传？要，那你觉得那张纸需不需要？那不能没有啊，就表示你拿到了嘛，然后你有带的啊，就交出来，没有带就把这张纸还有一个绿色的牌子缴回去，然后缴回去就算了，那叫做第一关，道德关。我没有带哦，有带了你就缴出来，不用罚20万。你如果确定没带，你把你的这个牌子就放在这个篮子里面，表示你没有带。
再往进去一关，他会再给你一张纸，一张 A4 的纸，上面写了哇好多哦，你不用看太多了，我就告诉你，你有没有带肉类、农产品什么？没有。好，这是第2关哦，你现在还后悔来得及哦，不罚20万。第3关就是过 X 光，你的所有手提行李，包含你在飞机上吃的食物都不能带哦，全部进 X 光，进去之后你只要被他来20万，20万，各位这人力啦、宣传品啦，然后2站的宣传啦，然后这么多的人赶紧检查 X 光，这要不要钱？这要钱？钱不多，但是你就是删了嘛，那你说你删掉之后，你说有人进来，就是有投机的人嘛，就是有投机的人。我回国就有看过，他带的一小包肉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就带了一小包，就藏他包包里，连续2关他都不交出来，最后一关 B 被扫出来之后20万，在那边哭爹叫母的，你知道吗？不，这就一包嘛，这不会有非洲猪瘟吧？你们太离谱了，就是抓。那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党？那如果删掉了，没有宣传了，没有检查了，这些慢慢的都已经没有预算了，他就进来啦。那我说进来了哈，你说这个中央跟地方，中央进来，我觉得中央绝对有责任，中央绝对有责任，你不能说因为预算被删了就没责任。我觉得即使没有预算，还是要做。可是地方的责任出在哪里，你知道吗？10月10号，黄国昌要告诉你，监测系统里不只看得到主席，也看得到猪，而且这个猪还要点名。突然间今天看出来这么多猪，少了几只，系统会出现警告哦。今天是屠宰了几只，然后有几只病死了，它会出现警告。10月10号，监测系统出现警告，通知这个台中的动保处。动保处10月14号4天都太慢，我们桃园的话是立刻去。10月14号到现场去，那个猪饲养的猪饲养的主人说什么？你知道？处理完了，处理完就走了。动保处去是干嘛的？是去裁剪的，那是责任，法定责任。刚刚讲说，如果不是法定传染病，他说没有办法，就强制一定要叫人家。我告诉你，采样这些动保处去不是去公祭的，不是来对这个亡故的猪鞠躬再鞠躬，不是，我去有任务的嘛。好，那你让我看一看怎么回事？你让我看一看，动保处是专家嘛，他连看都没有看，就是说因为很安全，所以没有问题，处理完就走了。没有兽医去看，对，那可是动保处你是公权力嘛，我可以去看，我要去看，兽医看的跟我看的，我也是中央交代的啊，我要去看。那多久以后你知道？头七以后20号，那猪的头七是猪去跟你申冤是不是？我们死得好惨，我们死于非洲猪瘟啊，他们乱讲的，不是嘛？因为又再死了猪了嘛。10月14号去没有裁剪，20号头七过后去了，因为随后又死了100多头，那这100多头难道就耳朵发青，就是额头发黑吗？没有嘛，异常死亡。OK， 所以这件事情拖了10天才逮出来，然后才疑似，然后采样成功。那这10天，这个猪场的猪肉有没有外流？这是可怕。你说进来好，可能有一个不肖的人，这非洲猪瘟不会自己飞进来，一定有媒介。人不会，人对无害，人是这个无害，但是人会传染，会带源。人带进来之后，然后这个猪感染了，你地方就要守住嘛，你要非常严格的守住，因为你守不住，这些猪肉会在国内会蔓延啊，它会送嘛，送出去。我告诉你，这个非洲猪瘟哦，一滴血，一个猪场死光光。那你想想看，全台湾有多少养猪户？现在养猪户是提心吊胆、紧张啊。刚才张俊来，人家要不要先回应这一块？包括那个什么媒体宣传费啦这些。第一个那个10月14号动保处有去啦，那他是跟兽医一起去。那动保处他也不是兽医，他当然是尊重兽医的专业判断嘛。那兽医的判断是看猪的症状嘛。那个症状就不，兽医判断就不是猪瘟的症状，然后认为是肺炎嘛，所以猪只死亡他们会认为是肺炎造成的，所以没有强制去裁剪啊。然后第二个是宣传，我个人认为那个媒体宣传费跟这一次猪瘟破口没什么关系。难道说没有去宣传就会造成破口吗？我觉得这个关联性，除非他们可以证明出来啊。你编了那么多的钱在防治猪瘟，就那几千万被删掉，没有宣传，大家就不知道了。然后我觉得没有，因为民进党很喜欢用这一招。我今天早上我举个例子啊，像那个海鲲号，现在就是海车就是没有办法过嘛，没有办法过。那国民党就认为说还我们公道啊？为什么？因为当时民进党就说国民党党国防啊，去冻结那个海鲲号啊，然后让海鲲号没有办法去做，不是冻结的是
冻结的是说冻结后面的，你前面做好了，当然后面就可以解冻嘛。其实这个冻结就是监督，就是觉得你编预算有浮编去删，而不是说只要是删了动了就一定在挡。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还是要先分清楚。明凤，就是他牵扯到几件事情。第一，吴教授要回应吗？好，这个回稍微没有，我讲一下就好。就是那个海鲲号扯太远了，我就先不回那个。但我们现在讲猪瘟嘛。不是，因为我觉得当然现在最重要是中央地方一起携手合作。可是因为我也想问元之啊，因为看起来台中市政府是有提供你们一些资讯嘛。那我就是想问一个问题是说，那10月14他裁剪，好，你说现场兽医师判断说觉得是肺炎哦，不是猪瘟，所以他没有裁剪。那在10月14之后，那台中市动保处有没有回访，或者是有跟这个厂这边有什么样的通联记录，有在主动去了解吗？那我不知道你手上是不是有这个资讯啊，或者是台中市政府应该要主动跟大家说明全部过程中他们处置作为，因为农业部现在今天也是这样子做嘛。那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也不是真的很想说进入政治上啊，就是你的错啊，你怪我，我怪你，不是。可是这个知识体大嘛，那我真的要直白讲一个，就是说，如果10月14号之后，农业台中市动保处到现场觉得没事了啊，我后面也就没有任何的 follow up， 也就没有管了。一直要到影像监控系统又再次警示系统再通知说你再去一次，那你才去。那我只能说，台中市动保处这里面警觉心完全不足。林凤，因为这件事你听从元之刚刚讲，或今天在媒体上很多国民党朋友会讲，就是因为在台中，你们才会现在要讲成这个样子。那这整件事情，大家中央地方好好的一起来携手不好吗？一定要这样吗？可是这整件事情，因为什么？因为非洲猪瘟嘛，大家都说那个非洲猪瘟对猪只死亡率大概几乎是100%啦，或者什么这些，所以对整个台湾的经济产业，尤其养猪这个产业影响很大。那也是我们主要刚刚讲，大家主要的肉食对台湾人来讲，对我们台湾人，它是一个主要，所以它的影响性从单纯的我说从经济面它扩散出来的，一定是政治面的问题啊。对，我觉得这个猪瘟的东西是严重在于，就是说我们好不容易解除了疫区的东西，如果这件事情不幸发展成我们又变成疫区的时候，这个对于猪肉的进出口又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嘛，所以这不是小事情嘛。那你我今天也不用讲了，我就说，你看农业部进驻台中，他马上就进驻了，我觉得中央单位从台南这个水灾之后，好像动作都很快，譬如说花莲，他马上也进驻，那台中这个也马上进驻，所以他不管是不是他主管的事情，反正他就是进驻了。但是今天蓝营的人会讲说，哎呀，中央跟什么地方要合作或怎样？你不觉得蓝营就是有点心虚吗？因为事情的确就是发生在台中啊。那我觉得卢妈妈可能最近也蛮倒霉的，然后连办个这个爵士音乐会都会被造成什么荧光人什么东西的。那我觉得，可是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台中市政府一定要严正以对了。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你的错，刚才有人讲说，这个出于什么这个什么这不是中央没有管好，所以才让这个病毒进来的吗？可是这里的猪是吃厨余的。厨余也要进口吗？厨余应该不用进口吧？那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表示说你地方就要根本在推责任的嘛？因为你根本疫调都还没有结束啊，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因素导致的？而且它吃厨余80%就可能不是从海外来的嘛，因为你厨余可能就是这个附近的什么喷啊，大概豆豆加来这样子，但是就是你处理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蒸干净的问题嘛？可是你还没有在疫调之前，你就开始说这是中央没有管好这个进出口，然后让病菌进来，这样子会不会太推卸责任了？你就开始说这是中央没有管好这个进出口，然后让病菌进来，这样子会不会太推卸责任了？所以我觉得说，你今天台中市你要交代一件事，就是说你14号的确有去检验，可是这个兽医师呢，我不晓得是这个兽医师不行还是怎样，他检查的是这个所谓肺炎。可是非洲这个猪瘟的这个症状呢，它的主要是在全身的内脏都会出血，然后包括它主要是全身的内脏会出血，然后重点在肾脏，所以呢，他就说因为这个症状不典型，所以他就判断成为肺炎。可是问题是说，他如果说
如果说它不典型的时候，你第一次判断成肺炎，那你跟非洲猪瘟固有的这个症状是差很多的。你第2天要不要再去？你第3天要不要再去？你连续14天到20天中间，你有6天没有去，你总共死了100多头之后，你才觉得要去，因为你不典型的时候，你14号检查出肺炎，可是你就是因为它的症状跟非洲猪瘟有差别，所以你才要加紧这个警觉性，就说我第2天再去看看这个症状是不是回到非洲猪瘟的这个症状了，他全身发热，这个出血，然后肾脏上面会有严重的坏死，跟肺跟肾是2个器官差很多的。好，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是说。整个台中市，我觉得就说这个是怎么来的，恐怕也不是市政府说故意去放毒的或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谁用什么样比较负责任的态度才是补救的方法。然后中央不管3G21，他就去进驻了。那你市政府呢，你也不要再办什么节了啦，那你就是赶快开记者会，把这个疫调做好，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东西不是说经济或是人民吃不吃猪肉问题，这是我最害怕，就是我们又变成疫区了，我们的猪肉又不受影响了，进出口又受影响的时候，这个对台湾的伤害才是最大的。所以我觉得就说，我觉得这个卢妈妈最近应该。可能心情上面起伏会比较大，所以呢，但是问题是，我觉得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整个市政府应该全心投入这个东西，就像你中央一样，成立一个灾害小组，或是你成立一个小组，你每天就像那个疫情一样做疫调，虽然是猪的不是人的，可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做调查报告，就是包括14号这样子检验之后，到16号到20号中间，你到底有没有再去复检，有没有做了什么疫调的东西？我觉得你一一的对外说明，才是你负责任或者是补救的一个方式啊。当然，其实你说到底现在最后是怎么样产生？因为台湾如果讲说我们好不容易从疫区然后除名了这些，我想袁他们刚刚讲说那个是不是跟进口有关系，跟厨余的关系，应该是说，如果有人要不小心或者刻意要带进来，结果没有吃完，然后弄完以后变成厨余，是不是猪吃了以后，它会病毒留在那个地方，接下来会产生这个问题？但不知道，因为你要最后等疫调，然后到最后出来。可是某种程度，如果要是目前验出来是阳性，全国现在都上紧了发条，因为我还是回到那来一中，它对我们的生活习惯会有多大影响？现在很多你知道中彰投啊、云林那边的那些店家现在都哀叫了。就首先，因为他直接宣布5天的猪只就直接就是禁止贩售了嘛，菌仔嘛。你知道很多小吃摊啊，一些做猪肉的你知道彰化有3宝，较早是控肉饭、肉丸跟猫薯面啊。我认为现在的彰化3宝是控肉饭、肉丸跟蛋黄酥。基本上前面那2宝基本上可以摸得修，为什么？大家知道彰化熊有名的是控肉饭跟肉丸，那几家都是非常厉害的，哪几家我就不讲，就厉害。问题是他们这些小吃，他们都是用温体猪肉。因为温体猪肉就是要现宰的这种温体猪，你现在是这5天的这种畜牧市场停止营业以后啊，那些小吃已经有的说明天那些比较有名的，因为明仔可能就开始要停卖，有些说他还有一点点库存，他可能等库存完以后，这礼拜不是连假吗？礼拜5开始连假吗？很多朋友如果去。不管是去彰化、去台中啊，拍谁你讲不啊？那就没有了嘛。店家也没有生意可以做，然后这些观光客大概最基本的，但这个我讲的这个还是算是最小的。那很多主妇那些就先不谈。我现在讲一件事，就是说，因为打开环热的情况，这件事情会不会这个破口会不会逐渐的扩大？张立善已经跳出来讲话，你知道云林是台湾养猪最大的，他那边。100多万头，1000多家的养猪场。张立善今天讲一句话，我觉得他在臭卢秀燕呢。他说：“我从2018年上任以后啊，我就禁止厨余养猪。”他是直接，他就是当时他这个雷厉风行的禁止厨余养猪，其实还是有些人会有反弹。但是张立善说：“我就这么做。”所以他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云林的这100万头猪100多万头猪我是够掉的，但是因为问题是尴尬的是台中云林就很近嘛，所以你台中有破口，现在是不是云林虽然他党讲说我保护的很好，可是你让你台中我们不知道。那今天问题是记者也有去问，刚刚前面讲记者也问卢秀燕嘛，卢秀燕不敢回答呢。卢秀燕是说
今天这是下午2点的记者会，他其实他是要开那个台中购物节，因为刚刚因为就廉价的嘛，现在就找了很多外国使节啊，都很开心，对不对？然后就说要来宣布台中购物节。记者当然谁管你台中购物节？现在猪瘟比较严重，他说因为1点20分的时候，他们副市长黄国龙有开记者会，他说刚刚已经开记者会说明了。我记者要问你市长什么态度，你跟我说因为已经开记者会说明，然后最后落下一句说，请大家多报道购物节拼经济。大姐。你搞不清楚现在事情的严重性，基本上非洲猪瘟火就烧在你台中的无期，现在大家的烦恼是会不会往外扩散？你跟大家说叫大家报道购物节，要叫大家去拼经济，你先拼个头。所以我觉得卢秀现在真的，我不知道他们日子过太好，就是你既贵雄厚然后开始最近有点不像话，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完全让人家感觉台中是不是一个化外之地，好像很太平啊，因为你们的市长很受欢迎，然后将来又要准备要选总统，而且看起来就很稳，所以好像大家就松松的啊，松松的结果，起码你看罗斯就真的。一中刚最后讲来，元之是就过太平盛世，然后罗斯有松吗？刚才敏凤特别举中央成立就紧急应变中心什么类似这些，要去对比台中市，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吗？第一就是他们紧急应变。还蛮快的啊！就我刚刚有讲说，在那个检验结果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超前部署、全面扑杀了，完全没有不重视这件事情。那至于说他有没有去宣传别的东西，因为台中市政就是很多啊，也不可能说因为这个事情，其他事情都不用做了嘛。对啊，那就是该做就做啊，其他事情还是要正常推动啊。我觉得不用。还无限上纲了。这整件事情，非洲猪瘟这件事情对台湾来讲，当然自视体大，大家会要重视这，不管是经济上面，或是刚刚讲会不会政治氛围一些的影响。那当然就要看那农业部最后确定会是什么样一些情形，会希望只是一些个案。好，但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对于国人来讲的话，那有很多在政治上现在正在进行一些事情，包括像民进党主席黄昌。黄主席他跟包括媒体之间，跟还有狗仔们啦，或是骇客们所有之间的一些关联性。今天最新的一个进展是，媒体记者就直接问，不是讲说要告周刊啦或者什么的，黄昌主席说已经告了，大家都不用急，已经告了。那周刊也直接说收到，一定会提诬告。来，让你看一下，来。违建正义没有，我觉得就毫无所惜了，一切依法办理了。我再请教一次啊，汇款单什么时候拿出来？姻亲是哪一位？港资中资的证据在哪里？说我用造假截图，什么时候要公开道歉？那个撰稿的记者林俊宏还在狡辩，说没有写汇款。拜托，《镜周刊》你们上面的标题就写的大大的写汇款。那什么时候会对《镜周刊》跟林俊宏提告呢？提了啊，我不会像那种民进党的政客，那很 low， 还在那边按铃，告了啦。提了2个诉讼了，民进党国家机器要配合着这一些绿媒侧翼全部动起来，我完全没有在怕。梁仁俊已经告了，那个按铃是蛮 low 的，然后他说他不是那么 low，然后应该如果照黄昌主席这样讲的话，一般来讲，因为一般告是这样，要不就到地检署前面去按铃申告，要不然一般就是诉状，然后就直接去地状，请律师地状，大概就讲，如果照他那样讲，应该是律师地状，可是意思就是我连告都敢了，那你们还认为我有什么吗？一定是这样吧？当然记者有问说，那你告了什么嘛？黄国昌说告了2个，那大家就更追问嘛，说你到底那你两个到底告了些什么嘛？等你收到法院的通知，你就知道了啊，所以还是不知道。但这个没有关系啊，因为黄国昌其实一直讲说他要采取法律行动嘛，我都讲就是说法律行动有很多种嘛，大律师在这边提告当然是一种法律行动嘛。写这个存证信函也是个法律行动嘛，这各种都有但是看起来黄国昌今天是告诉大家就是说他这个没有在怕但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要把所有在场媒体的那个问话好像都视之为扣酬这样子。你看我很少看到政治人物受访的时候，因为老实讲，你对这个特定的记者不满或怎样，通常也不会这种喜形于色或者是我今天不高兴我就表现给你看。但看起来黄国昌就是要展现一个这个态度出来但我比较认为说。他可能那个话不是讲给我们看的，是要讲给，因为他其实都会有人在旁边帮他拍直播嘛，帮他拍这些影片。接下来要直接要发因为之前有记者问他嘛，他就跟记者说，
等一下，不要打断，我还在直播，我还在，我这个话要去讲给昨天，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啦啊，因为事实上，老实讲，去贞洁，我们在节目里面谈过嘛啊，如果今天周刊写说汇款嘛，那你如果不管你写汇款或汇这个字哦，那黄国昌就说，那如果有你就拿出来啊，但我也必须讲啊。就是说汇款单的这件事情，老实讲，真实要采取法律行为，跟黄国昌有什么关系？你说他小姨子的那部分，对嘛？按照他的说法，叫做他太太的妹妹。我不太知道，可能不知道避姻亲啊，我不懂啊。但通常都喜欢搞得很复杂哦。就你小姨子嘛啊，就是说如果真实的有遇到这个，真正有遇到状况，其实是应该是这个他的小姨子嘛，就那个高辉，事实上这最合理嘛。黄国昌其实你只是说哦，人家怀疑说是不是你的小姨子有这个，那你说他要拿这个说我要去告，你也不是诉讼代理人嘛，你本身现在是立委，你也不能执律师业嘛，你那个理论上你还再去找其他律师嘛。你本身现在是立委，你也不能执律师业嘛，你那个理论上你还再去找其他律师嘛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你说要等到法院就会知道，说传你的时候就知道，也不会明天知道啊，也不会后天嘛，没这么快吧？不会这么快啊，大概也要一点时间吧，对，半个月左右吧。连告人都要这么麻烦，所以就你知道就有记者啊，你基本上供的恶啊，对吧？哎呦，对啊，等到对啊，对不对？而且刚刚武哥讲说要半个月时间，那算快的了吧？对啊，对，那快啊，正常那就是快了吧？哦，那如果周刊为什么不干脆告诉大家，就是我告诉对，这我也不太懂，就是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顺便大家帮我宣传一下嘛，我就是告了这个人。对对，当然我尊重他的选择啦啊，他一定有他的话语讲。等下我们这个如果又逼他，又说我们就是绿媒，又是怎样？我不太懂为什么要把我们所有视之为敌人啊。但是我其实觉得这整件，其实老实讲哦，周刊指涉跟这个质疑黄国昌有非常多，有非常多，100万的汇款，100万的有没有注资？海之国际，然后是不是他小姨子有汇100万？对，是不是就最早的包括投资了？对，注资，他们用的方式叫注资嘛啊。那因为黄国昌是讲说，那上面股东名册，股东他没有嘛？那我们知道那个不用你讲，因为那个股东上面有写，我们就查得到。除非你资讯揭露不实嘛。不然的话，其实那个，但是问题是在同一个报道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事情，包含到是不是有前进电视他们的这个董事长，因为离开董事长这个职务之后，有没有注资1000万，大约1000万进了凯斯国际？然后后来包含到你黄国昌不断的去质疑进电视你的人事、资本、股东结构，这些东西。如果今天他因为这一个前董事长他注资了凯斯国际，而你今天凯斯国际又赞助了黄国昌，你的狗仔或其他的人，而黄国昌据此去质疑说你的进电视、你的人事不对，这样。我说实话，这有没有涉及的问题？黄国昌都说不要用政治黑手深入，可是我就讲啊，这一块其实我认为比那个小姨子的100万，我更重视。因为小姨子100万是小姨子的问题啊，没有小姨子去采取法律行动啊，我们也不会觉得就是说你不能告或者。可是这件事情，因为包含到你立法委员的问政，你今天一直去狂打的这件事情，老实讲，如果你出于有所本，可是你的所本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因为这一个所谓的前董事长，因为你公开在脸书帮他爆区嘛？因为那个前董事长后来跟进电视之间。他们是有一些有官司，有官司，所以那个东西是后来黄国昌他自己公开也都讲说，哦，这个是我非常敬重的兄长什么之类，那个他脸书发文都还有嘛。但你后面再去质疑的时候，《镜周刊》其实是《镜周刊》直接去质疑讲说，你这个到底是你所谓的基于公益的目的在做，还是其实你是基于因为有人投资了你这个其他的公司，所以你借此这样绕过来帮他出气？这个我其实觉得，身为一个政治人物，当今天被这样质疑的时候，应该要回答。但黄国昌对这个议题连碰都不碰，所以我觉得黄国昌选择性的这些东西，我知道这个明天应该会有另外民调都会再出现的啊。对于这些黄国昌涉及到说，比如说人家质疑说你是不是养狗仔，然后去大规模的跟拍政治人物，或者是你现在涉入到这些，你选择性的回答或你选择性的那个提告是你的自由，没有人可以逼。可是对于外界来说，对你黄国昌的观感，
如果你只 focus 在你的小葱小炒，我其实认为后面大概会有一些数字都会说话了。明凤，因为这整件事情牵扯到，其实刚才任俊的意思就是，如果要是人家有一些什么样一些的纷扰，然后那如果人家要是有挹注，包括注资，注资在哪一些的公司，这些如果跟黄昌，如果因为凯司是不是那些狗仔领的薪水是凯司这个地方，然后到底跟黄昌有没有关系？如果去质询啦，或所有这些，有人这一块也是大家在乎的一个，这跟刚才讲的狗仔们啊与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包括。有没有姻亲关系？这个是另外一些，而这些刚刚讲到，对黄昌来讲，需要去跟大家公开解释这一块吗？我觉得最好你就讲清楚啊，那你不讲清楚，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找猜去，那你每天都在骂《镜周刊》，我们也觉得很烦啊，对不对？那我是觉得说，其实他告的这部分是最不重要的部分，那问题是因为凯司国际等于是投资民报。那民报整个操控这个记者的这些记者的名单，是不是你操控？你是不是你名下的狗仔队？是嘛？其实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你有没有你拿了100万给凯司国际？可是凯司国际的包括有陈建平跟这个黄安杰。今天大家看到黄安杰的名字还吓一跳，因为大家都说他为人蛮谨慎、蛮节俭的，怎么可能会拿了1000万给这样的人？那显然是说，这个凯司国际有他可以信任的人，他愿意把捐这个1000万给他嘛？那所以说那问题是凯司国际就是明明的。做投资人，民报投资了1000万，然后民报也是做了一些跟踪的事情，然后这里面任职的这个记者也有是你狗仔队的人嘛，所以说这个部分，我觉得你这个部分你就是避重就轻，你就是完全没有在讲这件事情，就说你到底凯司国际你怎么运作这些狗仔队？那现在就是说姻亲的部分，就只是证明说，只是一个旁证说，你的确有人去参加了这个凯司国际嘛，那你现在又讲说我去告他，我怎么汇款了，我怎么有姻亲或怎么样？那我觉得你告的意思呢，可能就是说你是不是执着在这个汇款？因为你一直叫他汇款单嘛。对啊。那但是问题是，你写汇款，你就一定要拿汇款单出来。对，但是问题是我可以不用，我直接可以给你现金啊。也许我觉得媒体本身。对啊，也不是说故意写，也是媒体就说本身在这个问新闻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落差嘛。那你就咬死了他汇款2个字，那有什么用呢？如果他真的是拿现金给你的话，对不对？昨天不晓得谁坐我旁边，他说被骗了1000万，那1000万都是拿现金的，也没汇款啊，他现在也没找到，好像就是不晓得谁忘记了。然后呢，那个人就说他哭哭啼啼的，然后他说他也没有汇款单啊，可是他明明就是给那个人1000万了，然后呢他被骗了，然后他去告他这样子，所以说你还是没有讲清楚说，然后这是什么姻亲他就写给你看了啊，就是妻妹嘛，就是小姨子哈，其实俗话叫小姨子，那你就是你的妻妹高辉嘛。那所以说这个东西，那你只要我觉得黄国昌最奇怪的就是你告什么罪名也不讲清楚，然后你也不会讲说我绝对没有高辉绝对没有去投资什么东西的。你这样的话你也不讲，那你就是讲说好你汇款，他就喜欢用问题来问问题啊，就好汇款单拿出来啊。然后什么东西拿出来这样，他自己本身的东西从不解释，所以这种谜团我也不晓得，他觉得这样子可以继续跟，我就怀疑他们两个是一伙啦，是不是跟镜周刊一伙这样子一直炒新闻就炒不完了，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政治人物澄清事情是这样澄清法的。然后呢，而且可见，而且你不可说的部分，我们最重要的部分，我不管你小姨子投资多少钱，你是不是你小姨子投资的，甚至或是你自己太太，或是你自己本人拿了那个钱，重点是你凯司国际投资民报之后，你们让这狗仔队嘛，然后让这个狗仔队去跟接很多人嘛，这才是整个这个民主政治败坏的最大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嘛。就算你没有出钱，但是这个凯司国际显然也是你可以掌控的部分嘛。那这2位先生，我以前因为陈建平以前做立法委员，大家还蛮熟，他是一个好人啊。那只是说他陷入这个《镜周刊》的股权争议中，镜电视股权争议中，他可能就必须
西好像有点这个要争一点权利回来这样。那黄安杰我也不晓得，那可能黄安杰可能也是气到家了，他才会那么。我们财经记者都说，哦，他会拿1000万，他们都很吃惊，因为平常都很节俭。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哩哩扣扣，但是重点千万不要被忽略，就是你黄国昌是不是用凯斯国际去控制民报，然后去跟监很多的政治人物，这才是重点嘛。其实刚刚敏凤讲一下，好，来吴峥，我们直接这样讲，如果要讲说有没有资金上。有没有他的姻亲那个是要在所有的拼图里面把那个最明显的一块要拼上去。可是敏凤的意思说，你如果从其他的蛛丝马迹，会不会看得出来，其实黄国昌对于凯斯或是刚刚讲民报或是狗仔之间有所谓的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这个是大家最近一直在爬书的一段嘛。可是如果讲诉讼，好，最近几个案子都出现诉讼，这黄国昌说他已经告了。然后镜头看呢，就直接说，包括洪不亮他们就直接说，哎，你要告诬告。然后呢，再往下就是张凯维那件事情，也出现了诉讼。所有这一些，现在就是每一个大家都要用诉讼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是对的吗？哎，可是他说你们很 low，他说你们去按铃太 low 了。黄国，我就问一句嘛，民众党有没有去按铃告过人？有啊，民众党就来告我啊，去年的时候啊，所以不用讲那个啦。那黄国昌是很好笑，就是说，这个跟我们第一趴的主题有点像。黄国昌现在态度就死猪不怕开水烫，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今天《镜周刊》回他，因为黄国昌今天继续骂《镜周刊》嘛，《镜周刊》就说黄委员《镜周刊》也很妙，他一句话而已，他只回一句，就说黄委员录音室发言听不腻吗？关了他就是本刊的回应。所以《镜周刊》其实懒得跟你们扯那么多543了。那为什么说黄国昌录音室发言？因为黄国昌就这样啊，问 A 答 B， 然后以问答问，然后拉东扯西的，对不对？我大家就是黄国昌在玩什么把戏？其实我觉得我们根本不需要去跟他扯那什么有什么汇款是有这汇这个字还没有这个字，都枝微末节。而重点就是说，整个凯斯国际的狗仔集团是不是你的嘛？其实就这样嘛。那因为大家注意哦，就是黄国昌太喜欢拉东扯西了，可能有时候会被他障眼法忘了。黄国昌现在官方态度是什么？黄国昌现在官方态度是不承认这一个狗仔集团跟他有任何关联。他现在唯一承认只有说，哦，这个林传媒成立的时候，我的接臂集团有喂一些料给林传媒，他只有这样讲。然后其他全部东西他都撇清哦。这个周刊说啊，你这凯斯国际李丽娟里面是一狗仔队，他说写科幻小说。然后这个中央社要去对这个谢兴恩提告，然后说谢兴恩是一个很优秀记者啊，那他这等于是说谢兴恩个人行为了，那也跟他无关，所以把这件事情全部撇清嘛。可是那我们问题就问了，那问题是说黄国昌现在又去说什么啊？你《镜周刊》啊，这个汇款单拿出来，哎，那我们前面问了1、2、3、4、5、6、7、8、9、10个问题，黄国昌都没有回啊。那就刚刚讲最简单的，对不对？例如说现在。黄国昌之前讲说，说什么李丽娟、什么凯斯国际会的狗仔跟我有关联，那都叫科幻小说。可是现在查出来了，你太太跟小孩的户籍记在李丽娟家嘛？李丽娟就是凯斯国际的负责人嘛？那不是说是科幻小说吗？不是说没有关系吗？那怎么会？因为这个是凯斯国际养狗仔，这个是王义川去提告以后不起诉书里面检察官明确记载的，所以这是事实嘛。那怎么会你跟这个狗仔集团，你们户籍是挂在一起的，那不就关系匪浅吗？那可是黄国昌到现在只字不提啊，对不对？那所有包括我们之前质疑的，黄国昌说《镜周刊》你的这个你才是中资，你才是外资，《镜周刊》出来说我的财报清清楚楚，欢迎检视。黄国昌就把凯斯国际财报拿出来，黄国昌也不回啊，因为那中间很多啊，黄国昌一直在跑啊。黄国昌之前还呛我民进党，还呛王世坚，你不要以为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他那个关说啊，那个接水管啊，如何，我话讲到这里了，懂了就懂。奇怪，现在嘞，不是手上很多料吗？不是要踢爆王世坚关说吗？现在也丢去了，这台不知道跑去哪里了。所以你看黄国昌就是一直在闪嘛，所以他每次有讲说知不知道，我就觉得很好笑，对不对？他就今天那个提告就是一个又讲我告什么，到时候就知道。他这样讲黄世坚说，他说知道的人就知道，反正他只要讲知道这2个字出来，就在毁后栏了。他上次讲黄世坚说，他说知道的人就知道，反正他只要讲知道这2个字出来，就在毁后栏了。
所以黄国昌的态度就这样子嘛。那我就觉得说，我们也不用一直跟他去这个斗嘴皮子，因为反正他就是你知道，就是你吵架是吵不赢一个没有羞耻心，然后也没有脸皮的人，你是没办法吵赢这种人。我可不可以问一下，那为什么这2天大家会把焦点还摆在包括因为像马英文他们被告嘛，对，为什么会把焦点摆在那个传票上面？是，所以我就要讲这个，就是说，所以我们基本上。黄国昌要把他这个揪出来，还是我们要很大一块要依靠这个法律面这一块，司法单位去调查去处理。那这个2案嘛，因为一案是说这个到底后面他金流如何，包含说王一传后来有再去提告嘛，就是提告说，你这个跟拍你跟拍到立委啊，你跟拍到这个我们行政的官员啦，是不是已经有国安问题等等？所以这一案检调再去查说到底有没有国安的问题，有没有外资中资在里面。那另外一个很有趣的部分是说。这个因为马玉文他们不是踢爆张凯维说你去外面，你拿着立委助理的身份去外面找药厂提案要钱如何如何，那张凯维就要告马玉文他们嘛。那张凯维告什么？告妨碍名誉。妨碍名誉其实算是相对单纯啦，就是说他们讲的这个事实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实嘛？但是这里面这个是柯成浩，因为他跟马玉文同一案，他里面收到的传票里面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说，这一个分案分到的检察官呢，他叫做检察官是王真元啊，他的分机号码8424。那分机号码8424呢，其实它就是分在有没有8424在这个地方，它是北检下面这一个爱组下面的出股。那这个爱组它是承办什么样的业务呢？其实是我们讲的黑金专组。所以这个地方就很有趣了，就是说，那检调是怎么会把这一个妨碍名誉案？交给办黑金专组的检察官来办呢？因为这个王真元事实上他的知名度也蛮高的，我们这个上网查一下说，过去他办过很多大案子，像是这个我们之前讲台版地面师，哇，有这个律师，然后有里长，有户政事务所的地政人员一起联手起来伪造那个生前遗嘱，去把独居老人死掉的地产诈骗过来，这个王真元检察官有办过。那以前还有办过什么这个企业做内线交易啦，我知道要有利多，我先请亲友人头账户先去买股票，这种也办过。所以就是说，那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讯号呈现出来，是说，既然检调现在把这样一个单纯的妨碍名誉案交给很会查金流、经验丰富的黑金专组检察官来办，是表示其实检调也想要从这一案里面去爬出背后的金流了。因为虽然这一案的这个对照是张凯维，可是我们还是要记得张凯维出去兜售的这一些照片，他是跟所谓谢兴恩、黄国昌的狗仔集团买的嘛。所以那假如张凯维这边，他跟所谓的凯斯集团下面的狗仔之间有一些金流往来的话，也很有可能会在这过程中一并的被整理出来哦。所以我觉得黄国昌现在基本上他在司法上，他还是就是讲一些什么，到时候就知道如何如何。可是他实际上面临的是有2端嘛，一端就是从国安这一端，你的狗仔集团去跟拍行政院长跟他那个阁员这个部分，到底后面有没有其他势力介入？那另外一端就是在金流的部分，可能透过黑金专组检察官的介入调查。可能这个金流，我觉得接下来也有可能会被全部拉到台面上，所以到时候证据摊出来，黄国昌你再闪也闪不掉了嘛。来一周，黄国昌今天就直接讲怎么样？是打他打不到，又把他的包括他老丈人所有一些东西，圣货是不是旧闻全部都拿出来，怎么样？泼粪泼他不成，要再弄其他的他的亲朋戚友吗？对。他今天就说，你们现在泼粪就一直泼到连他的那个娘家那边，他老婆娘家那边都在泼吗？那其实事情是这样，不是泼，是有消费者，就是有一个台湾公安协会的理事长叫刘敬明，他买了他岳父的房子，因为大家知道他岳父是恒河建设那个建商嘛，他买了一间房子是在那个罗斯福路3段一个那个捷运站出口的一个房子，一个小套房，他就说大概他全栋是12到18平的小套房，那市价大概每一户大概2500万。那买房子本来没有问题，他预售嘛，他现在交屋嘛，重点是他们上礼拜6开的那个就是分区做那个分区那个会议以后，这个刘建明都出来讲，因为他本身是公安协会，现在是专业嘛，他说你们这个房子啊，很多2次施工，什么叫2次施工？就是说他们有按照他原本当初预售的那个规格去做，他等于交屋了以后，他有没有做2次施工？所以那人家都有拍照片，因为人家是专业的嘛，他直接讲就是说。这个恒河建设这个那个罗斯福的这个大安的这个它叫大安富裕的一个建案，它呢就是私设门户，它导致呢跟邻栋的防火间的那个间隔缩小，形成公安问题。然后他们很专业，他们还做出来就是说，你看哦，
这个无障碍的安全梯旁边违规新增门扇，我不太懂，因为很专业，但人家都是拍出来，然后说这个新增的门扇的墙面跟灵动建筑呢小于3公尺。这是防火巷嘛，对，这都是属于那种火灾的公安。然后另外就是说，它天花板啊，那个公共空间的天花板是易燃材料，然后安全厅的天花板也是易燃材料，所以他就认为说你这个东西是违法的。人家学公安的嘛，你这很显然都是违反这些规定，所以他要求建商应该要恢复原貌。那建商就跟他玩给吵架，听说他们上礼拜开那个区权会的时候还有拉扯什么的，所以他今天就出来跟媒体报。那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不算泼粪，那就是人家的就是一个。但这跟黄国昌的关系是因为他是他岳父的公司，然后现在这个公司的那个负责人。恒河营造的登记地址呢，其实就是黄国昌在板桥的服务处，然后他负责人也是他小姨子，所以等于是他的家人呐，等于你亲属。那当然，人家就是说这个公司搞您这亲属关系，但是问题是我们撇回来就是说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公安协会有讲，他说大家记得去年8月屏东安泰医院发生那个大火，9条人命往生嘛，这件事情，那火为什么一发不可收拾？其实就是当时啊，那公安协会他们讲，就是说其中一栋大楼呢，它就是跟那个原本那个，它就是违法增建钢骨的铁皮那个结构，然后打通原本的 RC 墙，然后让破坏了原本的防火间隔，所以它一旦它失火的时候，那些防火整个就失效，所以整个火烧起来。同理嘛，他们说今天这个案子就是说，我们刚刚举出来很多这些防火的这些事情，这个都是属于公共安全，这很严重啊。所以你建商你本来就应该要处理这件事。这是因为黄国昌过程当中，其实一路走来。包括居住正义是他很在乎的一块，所以有人把这个，当然因为你岳父的公司，所以有人会把这个跟他扯。对，因为黄国昌除了他是他岳父的公司，有人说黄国昌很爱讲居住正义，爱讲的要死。以前我还跟他一起去讲。所以你知道这个后来很多过去跟他讲居住正义，后来都翻脸了。这个我的好朋友Sway，好，这个是你看2019年的11月，这时候是什么呢？黄国昌那时候是代表时代力量，他那时候是不分区，他是挂第4名。那时候因为不分区要冲选票，所以他就主打居住正义。那当时你看这是Sway跟馆长跟黄国昌他们开直播，因为那时候他是诉求年轻人的居住正义嘛。结果Sway在今年8月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自己画，他把它画开，然后他上面加了注脚，他说黄国昌是墙头草，你要不要听你自己在说什么？然后说馆长是舔狗丢人现眼，就很失望啦。因为Sway就讲了，就说居住正义当初我们2019年也陪着你，而且我跟你讲那时候多认真，Sway陪他直播嘛。那时候我们记得我们在东区还有开那个就是那种类似那种街头的活动，我有去啊，我们可以宣讲啊。黄国昌那时候他那个要选戏子那一个什么赖嘉伦的也有来啊，就大家那时候是为了年轻人，就是为了这种居住正义，我们都是很实现嘛。结果我们还在这边这条路上，黄国昌今嘛，你刚刚讲这些事情，我刚讲公共安全算不算居住正义？算不算？算嘛，这很严重嘛。那你撇开，我姑且不管那个是不是你岳父，光是你居住正义这个扛棒，那今天有人跟你申冤说，这个房子很危险，我买到这个，不做马西出来讲2句，他就说这个叫泼粪。所以你看连Sway都很生气，他说这个不是你们这些居住正义不是你们政客拿来利用的工具。然后再讲一件事，为什么他很爱讲？除了2019年以外。他到2023年，大家记得吗？2024年不是要选总统吗？2023年他跟馆长7月16号也在凯达格兰道也举办了一个大型的那个街头活动，那一场也号称说有1万人，我也在外面，我在旁边看，那一场也是居住正义啊，所以居住正义是黄国昌的一个品牌，你敢不知道？就是等于是也可以给出的概念。可是问题是你讲那么多，而且最讽刺的就是当时他不是2023年那时候不是在凯道什么居住正义，那时候你家里就发生违建了，自己家里有违建，然后这边讲的居住正义讲那么大声，所以我觉得黄国昌很妙的一件事是什么，你知道吗？他的粉丝就是他的支持者啊，很信他这一套。就是说，他们已经，刚刚敏凤姐就讲说，黄国昌这种人跟一般的政治人不一样，政治人巴不得就是把事情讲清楚、说明白，不像黄国昌都是那种就是完全都不回，然后是那种冷酷的态度。可是他的粉丝信这一套，就是他已经把他那些粉丝洗脑成，就是说我们国昌就是这样。所以当国昌讲的居住正义，包括过去的这些Sway算是很重视的居住正义的大将，他都跟他这样子切开了，他的粉丝只是出征Sway，说你看嘛，你就是你也是绿区啦，你现在拜托，现在大家都绿区好不好？赵少康都是绿青鸟了，还有谁不是绿青鸟？T台也是绿。对啊。不过现在看来就是这整件事情，从刚才讲到说，包括黄国昌跟媒体之间的对干，然后一路到好说讲说居住正义对黄国昌有没有影响，包括讲到刚讲狗仔门啦，或是说骇客门这些。这跟你们蓝营在看黄国昌现在的这些会有任何一些的影响吗？
我觉得不太会，因为国民党没有很关注黄国昌这一件事情。其实很多人应该是因为蓝白合吗？没有，因为我觉得现在是主要是绿营在打他，然后很多东西还是雾里看花啦。然后有时候比如周刊写什么或者绿的打什么，然后他们都有否认啊，所以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假的，你也很难去判断。所以吴峥刚讲那些，你还是雾里看花。我觉得还是就是有很多，比如说吴峥就直接就讲说，那个狗仔集团都是黄国昌养的啦，但是这个目前为止没有证据嘛，大家都是用连的嘛。狗仔集团是凯斯，狗仔集团是凯斯国际养的。凯斯国际的负责人李丽娟、黄国昌说他们有关系是科幻小说，可是他太太跟小孩的户籍是登记在李丽娟的房产里。这就是说，好像他们关系好像很紧密，怎样，但是不是好像这还不紧密吗？你的家，你难道你家人户籍登记在哪一个人家里？但我觉得这也不能证明说那个是他养的啦。好，那再来就是譬如说像关志宇也被拿来脸嘛，中央报说这关志宇是谁的？求真民调总经理嘛。大家对他印象最深刻就是当时蓝白合民调的时候，他就是民众党派去判断这个民调的。后来记者后来呢，他们礼拜六那次蓝白合完了以后是礼拜六嘛，后来他们有出来开一个记者会。好像也是请他，都是他嘛，然后就说，你看关志宇跟民众党关系这么密切，然后呢，关志宇呢也有挹注了100万给这个凯斯国际，周刊报道啊，这样对，周刊报道，连到你看都是他们吗？不然他干嘛挹注100万？啊，那关志宇也否认啊，他说绝对没有啊，所以这到底是谁讲的准？那。此外，就是说，像那个之前讲的黄国昌的骇客啊，说那个乌信工程师啊，乌信工程师是央广的，央广对外宣传很重要。然后呢，黄国昌居然呢又去跟央广要资料，他到底为什么要资料？一定有鬼啊！黄国昌说他是为了要有人检举，所以他去调资料嘛。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其实央广真的之前有一个里面工作人员到处检举啦，就是检举一件事情，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有收到检举。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去调资料？所以有很多原因嘛。然后你现在就是直接咬死说他一定是什么？我觉得大家会保留啦。然后再来就是国民党那个我们立委有一个吴宗宪，对，他是检察官出身，他也不认为说现在。很多人去告黄国昌，在法律上会造成法律效果啦。譬如说王一川啊，这是吴宗宪讲的。吴宗宪他做过检察官嘛，这实务经验。他说王一川去告那个黄国昌什么违反国安法，他认为到底跟拍跟国安法有什么关系？这是我先讲吴宗宪的讲法，然后。他说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是跟拍，应该就是刑法的妨碍秘密或者个资嘛。要也是告这个，怎么会告到国安？当然，我觉得吴宗宪是不知道黄国昌后来被连到说有没有境外资金我觉得王一川他是去告说有没有境外资金，但是这个也没有证据啊，这也是用连的啊，就是反正就是想要什么就告什么嘛。那吴宗宪讲说，不管王一川告有没有实质法律效果，王一川想要达到是一个媒体效果，因为这个是一个社会新闻。那只要你去告。检方呢就会用他治案去侦办，然后呢，大家如果不熟悉检方办案，就会觉得说，你看他已经被侦办了，被检方调查当中，好像他一定有鬼一样。可是吴宗宪讲说，实务上不是这样，实务上就是即便是有人乱告啊，提告王一川勾结火星人占领地球，这个是吴宗宪讲，他说检方也会分案啊。5个会吗？不是，那因为一般他治案就是犯罪事实不明或是犯罪人不明啦，这些会用他治案。对，可是这样子提告罪，检方他一定要最后他分完以后，那就签结吧，他就签结，这一定签结的，这有什么好处理的？但是他说还是会分案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大家在讨论这东西，不见得最后都会在法律上有结果，可是呢，大家可以讨论，反正就是。黄国昌就要被质疑了，所以将军是因为这样子黄国昌才被质疑的吗？是因为这个类比是跟王一川勾结火星人占领地球是一样的吗？这个要告某个人，要告一个符合大家想象空间的。那为什么王一川去告这个黄国昌好像有点违反国安法？大家会相信，因为有连起来。如果王一川去告黄国昌勾结火星人要这个攻打地球或攻打台湾，那观众也会看嘛，人民也会看，就是他所勾勒出来的这个提告的这个原因，有人相信。那我讲，不管是火星人跟黄国昌勾结，还是黄国昌跟火星人在一起，这都不重要，重要是跟黄国昌沾上的人都要倒霉啊。但你不觉得吗？五哥，你看林传媒怎么关门的？不是黄国昌嘛？关门了。
然后呢，让林传媒关门的关系人之一谢欣恩，他现在他的主管全部都要被惩处，中央社全部查处。现在央广的吴姓工程师他被解雇了，他的直属主管记大过，而且呢委托律师函向台北地检署要告，所以你看这个吴姓工程师跟黄国昌也扯上关系了吧？谢欣恩跟黄国昌也扯上关系了，不但这两个人倒霉，他的主管也倒霉。谢欣恩跟黄国昌也扯上关系了，不但这两个人倒霉，他的主管也倒霉，所以黄国昌是无敌幸运星还是无敌扫把星，不知道啊。然后另外呢，这个吴姓工程师还在什么纽约家具设计公司干过活大家可以看，我不知道纽约设计家具中心黄国昌想干什么，或许黄国昌没有要干嘛，是这个吴姓工程，这也是四叉猫找出来了，说这个 Nick 就是吴姓工程师。然后，其实四叉猫找这个资料出来，主要是证明吴姓工程师并不是什么电脑天才，这个防火墙、防毒天才，也不是什么超级骇客，更不是什么微软公司啊，或者是什么双 B 公司的超级这个资安防护员，因为它里面从4月29号到6月26号，他所经手的电脑还出大包了。就是我发现软体有问题，办公室没有办法连线，所以他就去帮忙这个解决问题。解决完的话就把就是因为全部坏掉，所以全部换新。换完资料之后，对不对？灌了原始的程式之后，其他的配属的附属程式一律没灌。所以等到这个主管要来用电脑的时候，发现怎么不能用？他说因为换新电脑了，换新电脑，工程师不是过来应该帮我搞到定位吗？没有，他只灌了主程式，它的包含了这个软体驱动程式，包含了显示卡驱动程式，他全部没灌。所以四叉猫就说跟黄国昌惹这个沾上边的人，不只是被人家记大过、被提告、被撤职或是出任何问题，就连这个吴姓工程师到纽约家具去负责电脑的维护啊，电脑也倒大霉。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后续跟黄国昌连上的人多不多？还蛮多的哦。你看黄国昌，我昨天讲说不要提我的妻子，不要提我的儿子，可是据我妻子的妹妹去调查，这不绕口，不就是小姨子吗？有人问你说你舅舅是谁，你会说那是我妈妈的妈妈的女儿的哥哥，这不是很累吗？你就觉得是我舅舅不就好了吗？对不对？这我太太的妹妹，她去查，不就是小姨子吗？这很绕口，我就觉得黄国昌有的时候妈妈的哥哥或妈妈的弟弟，对舅舅，就舅舅嘛，大舅舅，你何必还有我妈妈的妈妈的？对，应该是妈妈的哥哥，对，妈妈的哥哥，妈妈的弟弟，对，那就很简单了嘛。你绕这么大一圈，我说你到底在讲什么？所以这整件事情，你会发现说，可能各自不同支持的人看待，那就算这整件是不是真的要等到法律才会有水落石出，可能那样时间一定长。对国内来讲的话，因为后面有非常多，2026近在眼前，很快就要选，2028更不要讲。然后国民党党主席也已经选出来，可是因为这也牵扯到蓝白合，那这所有这些事情，如果你要是寄望法律，可能还要有一些时间。可是，在所有的氛围之下，到底对黄国昌来讲的话，对于蓝白合之间，像这些刚讲的狗仔们，所有这些会不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可是，毕竟眼下国民党党主席刚选出来，上礼拜六，郑丽文当选以后，后续一连串的，包括两岸之间，包括国民党未来的立场，对于台湾未来的一些影响，包括他们未来的一些走向，都是大家所观察的一个重点。来，任俊，第一个，郑丽文第一波党务人士是李乾龙是副主席，然后秘书长兼秘书长。 OK， 好，所以这整个来讲的话，这有特别一些的意义在这里头吗？包括过程当中，大家一直在质疑他会不会有所谓的亲中的问题，然后他说不要戴红帽子，包括他在竞选过程讲要让全台湾人都能够很自豪说我是中国人，这些也引起大家很多一些讨论。未来的发展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你觉得这会有什么影响？其实今天现在有一个新闻出现，就是说郑丽文根本没想过要找党务人士。其实最什么叫没想过要找党务人士？这个是最先有一个新闻是这样，就是说那个时候因为还在选举嘛，所以他还没有针对这个事情有规划。但是既然选上，我觉得合理啦。当然，好，我觉得是合理嘛啊。那你说今天其实老实讲，今天公布的这个党务人士里面副主席有2个。第一个是您刚刚所提到的李乾龙，他是回国担任秘书长兼任副主席。第2位是纪凌莲，我认为纪凌莲这件事情是在回应
很多军方愿意投票给他因为当时老实讲嘛，那个纪凌莲那个时候就是做黄复兴党部的末代主委嘛，对，末代。然后后来这个朱立伦拿掉之后，那个其实里面反弹得很深啊。那国民党就讲说没有，这个黄复兴党部这个虽然已经没有特种党部了但是我们组织都还在。可是对很多人来讲，就会觉得你拿掉就是拿掉。所以这时候纪凌莲上来担任副主席，我认为其实是郑丽文在回应这件事。那当然比较特别是李乾隆就说其实郑丽文他当选党主席是国民党党员投票给他，我都不去讲说比例有多高多少了，那个有没有谈过，那也不重要，人家就当选了嘛但重点是郑丽文有没有办法接任党主席之后，推动国民党这么庞大的党务机器？我认为那才是考验，尤其是会不会令不出中央？对，这才是考验嘛。也就是说，他接下来面对的第一站绝对不是2028啦。那马上就是2026嘛，怎么可能会2028呢？2026牵扯的范围就广了嘛，包含到大家关心的蓝白合作嘛。那蓝白合作的这一个对不对？今天李四川看起来打了一个胜战你说他这个声望，如果真的因为说功劳都在他，好不容易把那个辉达这个事情要搞定了，对不对？你说今天国民党还在那边讲说，我们新北啦，那大家共推一个人选，你觉得多少人会翻？那这件事情会不会考验？我知道新北有些人也会讲说，我们可以跟民众党合作我们可以跟他谈。那我就讲副市长这个人选里面，郑丽文也公开讲就是怎么可能让新北不可能让，台北不可能让，这都直接点名了。OK，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郑丽文来讲，我相信他对地方组织不熟。第一个组织你不熟，第二个整个党务系统里面，我相信他不熟，所以他需要找一个角色。过去国民党党主席都很厉害吗？也没有嘛，重点都是在那个秘书长嘛，对不对？曾永权，你看多少这个党主席都重用他，因为他太理解国民党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那个机构。所以今天看起来，郑丽文先公布了这两个人是OK， 其他的都还没有党务一级的主管说他还要再去征询嘛，那就代表是原先一开始那个新闻报道是对的，但李乾隆愿意答应。因为这个公布没有没有什么空间可以说我今天宣布了，不好意思我不要，所以李乾隆愿意，我相信这个对郑丽文来讲就是一大加分的。OK， 可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云凤，当郑丽文人家就问说，对，那未来总统什么什么这些，他说国民党有能力问鼎总统的不止一位，这句话公开讲出来，会不会也让大家吓了一跳？那当然啦，对不对？李乾隆很简单，李乾隆就是支持他选这个，是党主席嘛？对，选党主席的。那本来第一份这个私底下流出来的名单，他只有做秘书长。我说李乾隆绝对不会只有做秘书长，因为李乾隆已经做过秘书长了，他当然会把他提议接嘛，所以就副主席兼秘书长。那所以说，那你现在就说他会不会这个？因为卢秀燕，我觉得他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没有出来选党主席，或者是说他没有明显的支持比较符合他未来2028的路线的人的话，我觉得对他的2028就有一点变数存在了。因为我当天就打电话给一个人，那个人去支持郑丽文，我有点意外。所以呢，我就跟他 talk 一下，我说你在我看来，你就是本土派的人啊，你也蛮守中华民国派，为什么会支持郑丽文？然后他就讲了一大堆年轻什么世代改革。其实我觉得那个郑丽文会当然都是背后的一些比较老旧的系统，譬如说连家人马或是马系的人马，跟这个对岸比较有联络的人啊。然后呢，这次比较本土派就是王派人马嘛，李乾隆这些。那王到底为什么会支持他？那可能是很讨厌朱立伦嘛，或是很讨厌谁这样子。那所以说，那这次然后讲一讲呢，就讲到说，我说那这样卢秀燕他自己就讲说，他自己讲的，卢秀燕很不智。这个是支持郑丽文的人自己讲的然后自己郑丽文讲说，卢秀燕这次做错了判断，那搞不好这个。2028就有人要选了，他又提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出来了，2028。那我这边就不便讲，我只是跟他讲说，我想干嘛破梗啊？那个我就不要，你可以不用承认，但你也不要否认就好。我就跟他讨论说，那个人呢，我本来还蛮看好他，但是。他在国庆上的致辞，我觉得他不适合了。我就觉得他不适合，就是本来好像已经改好了，可是现在又改也不好，又改回去那原来的样子。然后，所以，但是你就可以想到说，
这个在这个原先李乾隆也是蛮挺卢秀燕的，是啊，但是他是一直去想要请卢秀燕出来选，到最后一刻才说那就只有那个人讲说是说，当下卢秀燕决定不选的时候，李乾隆就决定开会就支持了郑丽文。但是你可以从卢秀燕可能从郑丽文的支持者当中，他们的心目中觉得卢秀燕没有出来扛这一局的时候，2028就有变数了。这个东西就是变成这个对卢妈非常不利的地方啦。那卢妈最近又倒霉啊，又遇到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然2028还有一段日子来看，但是就是说未来是不是像过去所预期的那样走，这个就是有变数的存在。如果这样讲，来，袁觉第一个2028的这种，因为本来大部分人，我想对国民党人来讲的话，2028推一个共主的话，那是卢妈，大概大部分是这样想。但是当刚才敏凤所描述的这些出来以后，真的那个变数开始慢慢出现了嘛？另外一个就是包括未来国民党在两岸之间的路线，会不会因为郑丽文当了主席以后，那有人会质疑说会不会更轻中，甚或像陆委会直接讲啊，那个什么通关密语92共识或什么是要通到哪里啊？是要通到帮中国完成统一吗？类似这些，你们会怎么样去解释这些？第一个2028，我觉得现在99%还是卢秀燕看起来她是最适合，但是因为还有好几年嘛，所以我觉得那个郑丽文只是不想把话说死啊。但是其实国民党现在共识就是卢秀燕，可是你很难讲啊。当时韩国瑜2018的时候掀起韩流，2019年参选总统，2017大家可能都还不知道他是谁，所以1-2年变化很大，他只是没有把话说死。可是我觉得国民党的现在的共识应该还是卢秀燕。那至于说敏凤姐讲的韩国瑜，那看他有没有意愿嘛？我没有讲韩国瑜哦，是别人讲的韩国瑜。有在国庆云讲话就侨胞，侨胞。对，那然后再来就是有人说，那郑丽文他自己好像也没有说不选总统。第一个，他选举的时候他有说他不选啊，可是这个也很难讲啊。如果说郑丽文在这1-2年弄一个正流，很多人支持他，我觉得也很难讲啊。但我认为应该还是卢秀燕啊，2028这应该没有悬念。但至于说会不会有人因为是郑丽文出来就去怪卢秀燕，我觉得这个要看结果论，就是要看郑丽文她做的好或不好。如果她做的稳稳的，2026年都赢，把国民党带的不错，又有战力，符合所有党员的期待，那没有人会去怪卢秀燕，会觉得说没有差嘛。但是反过来讲，如果郑丽文郑主席可能就是可能做了一些事情，就是让国民党被人家批评攻击的时候，当然党内就会说啊，卢秀燕为什么当时不出来？但我对郑主席有信心。就是要看郑丽文她做的好或不好。如果她做的稳稳的，2026年都赢，把国民党带的不错，又有战力，符合所有党员的期待，那没有人会去怪卢秀燕，会觉得说没有差嘛。但是反过来讲，如果郑丽文郑主席可能就是可能做了一些事情，就是让国民党被人家批评攻击的时候，当然党内就会说啊，卢秀燕为什么当时不出来？但我对郑主席有信心。有没有？我这个虽然不会讲到，但是我们讲一下郑主席的第一封贺电，就是给高市早苗的，然后里面还期许他避免参拜靖国神社。我就不晓得这个是国民党应该外交团队应该插管呢，还是怎样？应该他还副主席才刚选而已，对，所以那你就是谢友团队要插管，对不对？我不知道你讲这个东西啦。内政干嘛？我开玩笑的啦哈。那郑主席昨天也展现出他的很厉害的一面嘛，他来拜访我们立法院，厉害的一面，拜访立法院就厉害，拜访立法院，然后。针对批评他的黄建豪，立刻那个反将一军，非常厉害。反将一军叫厉害。黄建豪讲他苍白，他说你才头发苍白，两个立刻化解。然后黄建豪就说不打不相识，有没有团结国民党？这个不二人选，所以然后再来呢，再来就是两岸，我是觉得不会啦，我觉得完全不会，因为有一些譬如说。讲说，他要去见习近平，其实他讲很清楚，他这2天有阐述的更清楚嘛。他是说他一定会凝聚台湾主流的意见去才有意义嘛。OK， 那台湾现在主流意见就是台湾的未来由2300万人来决定嘛。那假设真的凝聚了然后表达我们的主流意见给对岸听，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啦。反正是我觉得民进党多虑了。像民进党的那个立院干事长钟嘉宾。
说郑丽文你要去见习近平，你不能代表国家去签什么协议？废话嘛，他怎么代表国家？他要代表国家是赖清德要授权他，好不好？他就不是政府的人，要怎么代表国家？所以故意去讲这种没有逻辑的话，只是抹红而已啦。然后再来就是他说我是中国人，这也还好吧？我是中华民国人呐，我是中国人，中华民国人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中国还有另外一个是5000年的中国的意义，对不对？文化中国嘛，刘德华有一首歌叫《中国人》嘛，第一句话就是5000年的风和雨啊，他就是故意要学自己像刘德华。5000年啊，5000年啊，对。如果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那只有70几年啊，哪来的5000年啊？所以我觉得只要把话说明清楚就好啊。92共识就是一个两岸谈判的一个基础啦。那这个反正现在国民党也没执政，所以大家也没有在讲92共识，我们平常也不会讲。OK， 等到我们执政再来说啦。OK， 来吴哲。这个原之是，我觉得其他原之是很努力的帮郑丽文跟国民党营造一个很友好的感觉啦。但是其实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可以观察，例如说像讲到蓝白合好了，那郑丽文之前已经话讲得很明嘛，说这个新北市一定是市长要国民党来当，说国民党执政这么久。那蓝白合他也提到基隆模式啊，说基隆我们蓝白合得很好啊，你看市长是林佩祥啊，副市长民众党嘛，对不对？所以他是谢国良，自立委是林佩祥，自己市长是谢国良，然后副市长是民众党，对，所以黄国昌才要忙不迭赶快说，我2月1号就要成立竞选办公室嘛，所以你看到这个台面有隐隐这种较劲的味道。那我觉得过去这个几天我上节目，其实我观察到是说，我觉得国民党的民意代表或者说很多这些镜头前的人，大家都跟郑丽文呈现一个有点微妙的氛围，就都有点微妙，不就是都有点语带保留嘛？例如说，你看这个郑丽文当选，柯志恩第一时间是说希望他可以改变两岸政策。那张丽善一开始是说失望，不过我们还是会团结。那赵少康说你不要扯后腿就好。那很多的议员，像刚刚奇源之也刚讲嘛，就是说，其实郑丽文才当选不到1个礼拜，但就说，如果他接下来表现不好，让大家不喜欢国民党，那这个当然就要负责嘛，这个当然会有后续的，就是说都大概语带一个保留啦，说我们郑丽文好啦，他当选，但是让他做看嘛，看看啦。如果他真的很如何很失民心的话，那我们也不会束手就擒嘛，我们也不会坐以待毙嘛。基本上大家感觉到的是这种氛围。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还是要看啦，就是说郑丽文她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路线？我觉得重中之重当然是两岸。当然，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次，包含习近平拍贺电给他，其实也是比过去习近平拍给朱立伦的贺电再更推进。因为这次包含习近平讲到说，这个希望增加这个台湾人的中国人的认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重点讲到是说要推进统一进程嘛。之前习近平拍给朱立伦贺电，2021年是说，来共谋国家统一。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中国方面官方释出来的态度，我们知道共产党对于文字是非常考究的，他已经就认为说国家统一是已经过了说跟想的阶段，现在是要做，要推进统一，国家统一进程。那郑丽文这一次他的针对9·2共识的表态，也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说，我们知道9·2共识内涵其实一直在变了，就是最早一开始1992年谈完以后，陆委会副主委马英九还出来说没有共识，中国没有诚意。后来这个就发明了一个9·2共识，但是9·2共识一开始国民党说叫做一中各表嘛，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你们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是中华民国。可是郑丽文这次是说要两岸以口头方式，1992年各自表达坚持一个中国，所以已经从一中各表变成各表一中了嘛。讲的阶段，现在是要做，要推进统一，国家统一进程。那郑丽文这一次他的针对9·2共识的表态，也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说，我们知道9·2共识内涵其实一直在变了，就是最早一开始1992年谈完以后，陆委会副主委马英九还出来说没有共识，中国没有诚意。后来这个就发明了一个9·2共识，但是9·2共识一开始国民党说叫做一中各表嘛。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你们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是中华民国。可是郑丽文这次是说要两岸以口头方式，1992年各自表达坚持一个中国，所以已经从一中各表变成各表一中了嘛。已经没有说你讲的是 PRC， 我讲的是 ROC 了。
是说我们在当年大家就说对，咱都是中国人，已经变成这种氛围，就是马习会的路线了。对啊，所以那郑丽文其实我认为他其实已经传递出来一个讯号了嘛，就是说他的两岸路线其实没有要改变。我觉得这在政治结构上也是很合理的、很逻辑的嘛。因为把它撑起来，这些黄复兴这一些国民党的忠实党员，或者说这些年长的族群，大家期待的是他有魄力的去走亲中国这个路线嘛？那他既然是这样的政治力道支撑他起来，他怎么样？他不可能当选之后就去背叛这样的力量。所以我觉得最后讲回来，回到人选的部分他当然是留一个伏笔嘛。因为大家可以看现在国民党的氛围跟大概1个月前差很多嘛。1个月前，大概所有候选人出来选党主席都说，我们就是造王者、造后者，我就是来保送卢秀燕的，我就先帮卢秀燕铺平这个道路，我是来保护卢秀燕的，每个都这样讲嘛。可是郑丽文当选，他就说。国民党政治明星很多，我们到时候透过公平、公开和的制度来产生一个候选人，哎呦，那意思可能是要办初选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变数还很多。当然，郑丽文也有讲说，他讲说那个什么老公啊，是南海域啊，是不是要保护中华民国？这个他说被断章取义啊这些。可是现在看起来，所有的政治的氛围，大家一定会观察，就是未来他会怎么做。那来将军来最后2分钟，麻烦讲第一个，来讲国民党这一块，还有最后告诉我。回答的事情完全解决了哈，那解决了解决了，不会有事，因为已经定案了。因为新授已经讲说，他今天已经直接出来发，可以解决了。对，所以桃园啊、新北都不要想了，对，就在台北。好，那我讲郑丽文的问题哈，你看第一线的民意代表最准，第一线民意代表，国民党民意代表，不管他是主张统的，还是主张所谓的台湾派系，都在紧张。你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主张统的以前这个区域可能就只有他一个人主张统，所有统票都在他身上，所以他当选议员。现在郑丽文出来就是把这个统的票分到7个人身上，7个人都落选。所以我说郑丽文的两岸政策会成为他最大的罩门。第一个，习近平讲的不是什么一中各表，也不是什么9·2共识啦，他就是希望你郑丽文讲出一个，你就算不讲统一，你至少讲反对台独。这是他要听的。那可是郑丽文地方民意代表希望他讲出来是什么？你知道？反对红统 ，OK， 不管是武统还是文统，反正反对红统。各位，这2个事情在郑丽文的嘴巴要讲出来。反对台独很简单，他讲得出来；反对红统，郑丽文讲得出来。如果讲不出来，我告诉大家，2016的选举会有很多民意代表对郑丽文主席帮他站台，是唯恐避之不及。OK， 1分钟告诉我，算不算蒋万安、李四川在这一次辉达事件里面算大获全胜？对于所有包括，因为过程当中你们大家把它讲得这么委屈，他就是把它解决掉，所以对他们来讲，在未来政治路上，这算大攻坚。哪有大获全胜？那是差一点就阴沟里翻船，好不好？过关而已。他5月就已经宣布，他自己就说辉达要来了，5月都已经讲那么大声，Computex 都讲完了，然后拖了4、5个月以后，今天新授因为已经各种压力，新授已经挡不住了，他们用舆论的压力就让新授逼迫，然后新授最后居然缴械投降了。所以这个只能是说事情就是暂时，至少就是说明年蒋万安跟李四川至少他们的选举大概没用恭维，不然像这样秦慧珠讲的，如果你把辉达这个经济母送走的话，你们2个明年都不要选了，明年真的民进党都还有机会，所以。我只能说，这个只是暂时回到今年5月的原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经过这4、5个月的这2个人其实他们的那个整个战力来讲其实是有下降，就让人家觉得说，其实你们处理事情没有大家想的好像那么的妥当，所以我觉得这个来讲，其实就是，所以我说今天只能算是止血了，不能说是大获全胜。OK， 很高兴看到那辉达的事情能够朝比较圆满里面能够去这样解决。对国内政治来讲的话，未来包括尤其大家最关心的，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非洲猪瘟这件事情对台湾到底会产生什么一些冲击？那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希望是好的结果。OK， 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学员们，我们明天见，拜拜。